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边赶着去开会，实在抱歉。哦，你小心，夜华，小心摔着啊！我来捡。您是要买房吗？这是龙腾华府的户型，我昨晚刚看了他的项目资料。这个户型结构方正，布局合理，4开间朝南。你看，厨房、餐厅、客卫以及书房分布在北边，这样就能满足客厅、主人房、儿童房以及老人房均朝阳的需求。你是营销策划部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今天来应聘的。昨晚看了他的几个主推项目，刚好就认出来了。难得呀，肯花时间做功课的年轻人不多见了。谢谢你的夸奖。啊，我扶您过去。哎，稍等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小夫家。不客气，你就上去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林之意。哦，祝你面试成功。谢谢您，敬您吉言。其他地方都没有老爷子的消息，他可能已经到公司了。陆总，你回来了。陆总放心，今天面试我会替公司挑些好苗子。你挡我路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现在真是什么货色都不够你陆总，真是一点点吃一点。要是能见到陆总就好了。陆总怎么会面试我们这些小角色？要是能进秘书部就好了，说不定还能和陆总近距离接触呢。林之意进来面试。陆总，我们的人在机场没有接到老爷子。老翟呢？也没有。你这样，爷爷，你坐这边。爷爷，这你身体还没痊愈，怎么就偷偷跑回国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这都1年了，怎么不带孙媳妇来见我呀？哦，你是不是根本就没结婚？不是爷爷，我不是给您看过结婚证了吗？就看了一个封面，不管了啊！我要见孙媳妇儿，见不着人，我就不活了。哎呀，好，这样爷爷，您只要好好休养身体，我就带你见孙媳妇儿，怎么样？行，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有一个叫林之意的姑娘来面试，把她招进来。爷爷，我们公司招人靠的是实力，走不了后门。少废话，我看好她哟。行，爷爷，我招她进来，那我送您回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回。两位面试官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是你吗？请问我们之前见过吗？装什么清澈？现在可以带着你的东西滚。你们还没有看过我的简历就要我走人，请问是按照什么标准筛选的？不用看，你这种货色根本不配进公司。拿起你的资料滚！我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你刚才故意摔进陆总怀里，想靠这一招上位，以为没人看见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陆总，就因为这种无聊的猜测，你就故意刁难我？我就是故意刁难你，怎么了？以佛遮影，颠倒黑白。公司有你这样的人当面试，我还真不稀罕见。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哪位是林之意小姐啊？哦，我是。策划营销专业，策划部还缺人吗？陆总，我们策划部不缺人。
那就尽总裁办，做实习助理。刘胜，安排入职。是。跟我来吧。这贱人，一上来就贴上陆总，别得意的太早。你就是公司新来的那个小女人。干什么？你敢打我？你骚扰我，我打你已经算客气了。你不是刚来就勾引陆总吗？我摸你两圈怎么了？装你妈贞洁烈女呢？陆总，你别想走。陆总，怎么回事？他对我动手动脚的，还摸我屁股。陆总，冤枉啊！是这个女人想勾引我，借我上位，也不知道这种心术不正的人是哪个眼下的招进公司。我的建议是把她开除。他是我招进来的。什么？陆总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道歉。但是你千万要相信我，刚刚真的是他在勾引我啊！你胡说八道！陆总，这么多年我在公司一直都兢兢业业的，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呀！你可以滚了。听见没有？还不快滚！明明是他骚扰我，为什么开除我？我是让他离职，不是你。他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不会冤枉你的。陆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都靠我养活呢。你再给我次机会吧。3，谢谢你啊，陆总。好好工作。林之义，我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他呀？刘胜，陆总，你去帮我把结婚证给我找来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去年你给我介绍的结婚对象叫什么名字？好，叫马小雅。看来是我记错了。刘秘书，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做的吗？啊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好。这是咱们公司的楼盘资料，你先拿去熟悉熟悉。好。找到了吗？陆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找到了吗？啊，还没有。刘秘书，你在找什么？啊，结婚证。结婚证需要我帮你一起找吗？不用了，你先去策划部帮我拿一本龙腾华府的最新营销案吧，陆总等着签字呢。好。陆总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您不要开除我。我有办法让你留在陆氏。你可一定要帮我，我不想被赶出陆氏集团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你要先帮我做一件事，把林之义赶出陆氏。林之义，就是因为他我才被陆总开除的。您放心，我肯定让他离开。去吧。陆行止，我会把觊觎你的坏女人全部赶走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在干什么？陆总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进我的办公室。好的，陆总。出去。林之义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右脚跑到陆总面前搔首弄姿。我是来给陆总送营销案的。给我开。
打我干嘛？我干的。你既然私自篡改营销方案，你知不知道一旦执行，咱们楼盘你一套都卖不掉？你是来搞垮路是？我根本没有动过方案，我刚从策划部拿过来的。还敢撒谎！今天我就替公司好好教训你这个贱人！你想干嘛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陆总，陆总，陆总，这个小贱人篡改营销方案，严重损害公司利益。陆总，我真的没有动过方案。他撒谎，那原本的方案哪儿去？是不是被他悄悄卖给了竞争对手？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？我对天发誓，我只是按照刘秘书的吩咐去拿文件，我连封面都没打开过，根本不可能动手脚。别装模作样骗陆总心爽。够了！你最后一次见到策划方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拿完文件路过茶水间，顺手接了杯水喝，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被调包的。我可以查监控。监控？茶水间的监控早就坏了，别自己还住嘴了。保安，把监控给我调出来。陆总，茶水间监控器已经给您修好了。怎么是他？他不是被开除了吗？怎么还在公司？把侯磊带过来。你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证据就在这儿，你还狡辩？说，你为什么要调包文件陷害我？只要掂量清楚再开口。我就是不甘心，我想让林之义也被开除，但我没有心思想危害公司啊。这些话你留给警察说吧。还不快带走！林之义，由于你办事不力，被解雇了。为什么？明明已经查清楚了，不是我干的。陆总，找到了。是我的失职，您的结婚证被我给弄丢了。不过陆总，我查了一下，如果夫人的你的结婚证还在的话，你们还可以正常的走离婚的流程。结婚证，他结婚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出去。是。出去。陆总，我老公，来，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别乱惹老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。出去。还不快滚！你也出去。啊，是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上午有事就先走了。你在哭？没事，你找我是想说离婚的事啊？我想把离婚的时间推迟1个月，然后希望你能够跟我回家，以妻子的身份见一见我爷爷。那你放心，这个月的钱我会补偿给你的。不用了，你当初给我的钱已经帮我一个大忙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能再收你的钱？放心吧，我最擅长哄老人了。离婚的事情我会解决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的结婚证弄丢了，你的还在吗？什么？你的结婚证也丢了？你的也丢了？是我的失职，您的结婚证被我给弄丢了。刚刚刘秘书说陆总的结婚证丢了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如果这2个都不在的话，事情确实有点麻烦。哦，我的没丢，我今天有个同事结婚证也丢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啊？神秘老公怎么可能会是陆总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你刚刚在哭。我们虽然是假结婚，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陆总，赵总已经到了。没事，你刚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好被老板开除了。
所以情绪有点失控。去你的公司上班？不用了。放心吧，我是那种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的人。你老板开除你，那是他眼瞎。确实眼瞎。果然不能背后说人坏话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我先挂了，我还有事儿，等会儿我短信通知你。林之毅，你不是陆总的助理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那个神秘夫人是谁呀？还以为陆总是黄金单身汉，没想到早就结婚了，心碎。他没结婚也轮不上你呀。哎，我听说陆总准备跟那个神秘夫人离婚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不知道哎。希望是真的，那我就还有机会。高跟鞋是吧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马上离开公司。什么情况啊？哎，素素，你知道陆总今天的行程吗？陆总的行程都是保密的，只有苏菲姐和刘秘书知道。那你知不知道公司最近在洽谈的合作对象是谁？听说是天凯集团的赵总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主人。回来了，把药拿过来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没人告诉我，我自己猜的。公司最近在和天凯谈合作，而赵总最喜欢这家餐厅。我来找您是因为你处心积虑的接近我，到底有什么用途？我是想告诉你，我能胜任自己的工作。还有，明明是胡磊做错事，为什么让我走？我这个人厌蠢，懒得跟你解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卢总，我帮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帮你。林春义，对不起。刘氏，你给我进来！你要干什么？我那什么，我喝多了，抱歉。让开。我想知道原因。行，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。你是我的助理，不是信科，文件都能被调包了，你觉得你做的称职吗？啊？陆总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您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我保证成为您最称心的助手。如果我做到了，您就让我留下来，进策划部做营销策划。今天有一个叫林之毅的姑娘来面试，把她招进来。算了，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再给她一次机会。行，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如果1个月之后你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如果我做不到，我就倒贴你半年工资。刷卡。这张卡怎么这么眼熟？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你这些钱我还看不上。1个月之后做到了留下，做不到走人。那我明天还能继续去公司上班吗？可以。我老板决定留下我，我成功挽回了我的工作。恭喜。苏菲姐早，苏菲姐早啊，苏菲姐。林之毅，你不是被开除了吗？陆总慧眼识珠，又让我留下了，怎么样？气不气？我要去给陆总冲咖啡喽！苏菲姐，都吃。滚啊！
进。陆总，您的咖啡，放不加糖，不加奶，不加冰，对吧？放这吧。还有剩吗？陆总，您尝一口吧。出去。林之夜，有事说事。你想干嘛啊？林之夜，难不成你就是陆总的神秘夫人？我？新来的，你知不知道陆总为什么要派胡磊去南城对接贺总啊？胡磊不是被公司开除了吗？公司特招他去南城了，不过他可不是之前那个威风的胡经理了，他现在是在南城专门对接贺总的普通业务员。贺总怎么了？很难搞？你是新来的不知道，这个贺总喜欢玩极限运动，每年都是从秘书部挑大胆的过去陪他。胡磊这色批，平日里最是胆小，这以后怕是要天天尿裤子了。活该，谁让他老是对女同事动手动脚？嘘，陆总来了。陆总，咖啡。老板陆行之，年龄26，身高183，婚姻状况已婚。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到公司，晚上8点半离开公司。了解这么透彻，已经喜欢我喜欢到这种份上。哎，我记录本呢？算了，整理成文档吧。王总和李总爱喝红酒，喜欢吃凉菜，爱吃辣。周总和黄总喜欢白酒，但是血压高，不能多喝。老家都是杭城，爱吃醋鱼。怎么样让一个喜欢我的女人对我死心啊？直接拒绝，说自己有喜欢的人了，实在不行就说自己喜欢男的。陆总，原来是您捡到了。我其实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陆总看了这个本本，肯定会觉得我很敬业。需要这么惨吗？看来是没有。能不能收敛一点，不要表现那么明显啊！啊？他怎么还没走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心跳怎么这么快？陆总，我喜欢男的。他跟我说这干嘛？难道我已经成了他的心腹？但是陆总不是有夫人吗？天哪，这就是陆总要离婚的原因。陆总您放心，我一定誓死守好你的命。
怎么看到他有点心烦意乱的？先眼不见为净。陆总，好，刘胜，你把这份文件给林之毅，让他送去新的楼盘。是。您好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边最小的户型。哦，户型图在那边，您可以自己先看一下，我让其他同事接待您。我要买大的。这能是我们的一个可以。您好，需要帮您介绍一下吗？可以吗？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户型。当然可以啊，我们楼盘每个户型都有巧思和品质。我刚好对这个盘有了解，我带您看一下。来，您看，这是我们的高层120平户型的生活体验区，户型格局方正，3开间朝南，南北通透，空间利用率很高。还可以来这边看看，这边也可以看到我们楼盘周边呢是穿成这样还来看房，他不是来蹭空调的吧？喂，妈，帮我把账户那笔钱转一下，我这边看中了，户型和装修都十分的不错，我要买10套。啊，真买10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这位小姐，我现在就给您安排一位专属客户经理。不用了，啊，就他，跟我签单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您是？刚从国外读完书回来，想买几套做些小型资产配置。可以，那我带您去这边签单。陆总，昨天楼盘的接送任务有一个意外的反馈。说，昨天林之毅帮一个看似普通的客户认真讲解，结果没想到那个客户直接下单了10套房子，而且只跟他一个人签单。10套？对，他倒是也是能做出点厉害的事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先出去吧。陆总，明明是他喜欢我为什么要同意？你们谁愿意跟我一起去规划部？哎，我去。紫薇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好。林丽，你也一起过来。好。他才来多久啊，就能和陆总一起去谈事了？谁知道是不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手段勾引陆总？陆总不是有老婆吗？他这是想当小三啊！嘘，苏菲姐还在呢。大家请看一下，此地块将成为本集团下季度最重要的主攻方向。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高精尖的新型人社社区，集医疗、商业、教育为一体的智能化的灾区。原地块多为30年以上老旧组成，环境破败，居住密度高。最优解是整体拆除重建。陆总，我能说一下我的想法吗？说。对于住户来说，房子不是冰冷的砖瓦，而是记忆的载体。我们总说城市要更新，但更新不等于抹除。林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重点？我们是做地产，一切都是为了赚钱。3年前，陆氏集团曾提出过旧改不拆试点项目，目标是提升原有社区环境，同时引入周边商业补能。这个模式其实更适合这种项目的操作。这是爷爷在任时的方案，我也不是很理解。你是说不拆老小区，保留原貌？不是保留破败，而是留住轮廓，注入新意。我们可以打造街区型商业综合体，将地块文化融入设计元素，让居住与记忆并存。你是在做梦吗？就凭这些破房子？姥姥，这波都裂了，为什么我们不换新的呀？
姥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也是这么问姥姥的家里人。那他们说什么呢？姥姥忘了他们都说了什么，但每次在这个锅台上做饭，都能想起他们。姥姥想记得他们更久一点。你说的提案方向有数据支持吗？根据我调查的数据，这里的住户中有68%为原住居民，其中有40%以上的居民在这片区生活超过20年，多数人表示不愿异地迁拆。有个阿婆跟我说过，我在这屋子里生过孩子，送走过亲人，晒过每年的腊肉，这不是房子，是她的一生。你做了什么调研？跑到社区听故事，担心没有市场价值。这确实是一个方向。政府今年也打算建设一些特色文化社区。这份方案你再完善一版，重点加入商业价值的回收机制，下周提报董事会。是。怎么可能？陆总居然同意了他的提案。陆总，您真的要采纳他那一套方案吗？他的那套方案虽然出于感性角度，但也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。既然是爷爷在任时提出的方案，咱们倒是可以试一试。居住与记忆的并存。走吧。总之，我们不是要用钢筋水泥覆盖历史，而是让它原地新生。林小姐的方案感动人心，但如果不能盈利，一切都没问题。大家请看数据：传统旧改利润率为22%，您这一方案预估利润仅5%。如果单开住宅部分是这样没错，但我们将引入文化艺术商业街区，并与市政府非遗集市计划联合申报，每年稳定引流20万游客。片区旧改与新型街区融合项目不通过，旧村改造项目还是按照苏菲原有的计划进行，公司还是要以利益为重。后续由苏菲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持续跟进。好的，陆总。这次项目能取得成功，苏菲姐功不可没。来，大家给她干一杯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大家，我只是把公司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。恭喜啊，苏菲姐，我来敬你一杯。少花点。陆总，我敬您，感谢您多年来的栽培。陆总，今天的菜很好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你现在这个状态，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回去，我送你。没事，我能自己走。陈毅，不好意思啊，有只野猫。没事。
喂，之意啊，你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哦，老人家，我是林之意的老板，他喝多了，您把地址给我，我送他回家。龙腾华府1栋3单元202。好。这么大人了，事情还是没做到事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累坏了吧？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姥姥。哎呀，不客气。哎，姥姥，你们家也住在龙腾华府？对呀，这个啊是知意孝敬我的。我们老家那房子还在呢，有时候啊，我们也回去看看。结婚证，林之意结婚了，姥姥。之意她结婚了。啊，我听她说啊是闪婚，她那老公啊1年到头也没回来过。哎，那个拿给我。你看，就是他。这个男的怎么都看不像了。哎呀，隔壁那个小朋友给画花了。姥姥，那我有事就先走了。都结婚了，还说什么喜欢我？这就怎么了？陆总，早上好。他怎么了？热脸贴冷屁股了吧？某些人还真以为自己魅力无边，笑死人了。林之意，陆总是已婚人士，做人要自爱。你们误会了，我和陆总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看陆总对你挺特别的呀。我发誓，我跟陆总清清白白的，他绝不可能喜欢我。毕竟顾总喜欢男的嘛。你倒挺有自知之明的。陆总，好好做事儿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别笑了啊！你都已经结婚了，对我笑干嘛？这两者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好，我以后不笑了，我去给您冲杯咖啡。不用了，苏菲，以后我的咖啡由你负责。是。陆总，啊，您的咖啡好了。行，出去了。哎，陆总呢？我有份文件等着他签字。陆总喝醉了，在国际酒店休息。喂，林之意过去，一会儿我就拿着陆总的手机给陆总夫人发消息。等夫人一到，你就带着她去捉奸。记住，一定要在陆总药效发作之前，让夫人和林之意对视。这样一来，陆总就会加快和夫人离婚的进程。而他不仅要背负小三的骂，还会被陆总怨恨。林之意啊，林之意，你就等着被原配捉奸。夫人，领导
老公和小三在国际酒店开房，房间号是1912。林助理，陆总就在里面。1912，怎么又是这个房间号？陆总，啊，小心！啊，陆总，你没事吧？是，好事。你发烧了，我去帮你倒点水。志毅，为什么我的脑子里都是你？陆总，你现在状态不对劲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你冷静点。喂？什么？陆夫人没来？怎么会这样？陆行之和林之义岂不是？我居然和陆总，为什么感觉还挺开心？那我这样算不算出轨啊？陆总昨天那个状态像是酒后失控，情感迷乱了。啊，对了，昨天有个消息说我的神秘老公在1912房间。可1912房间是陆总，难道说陆总就是我的闪婚老公？到底是不是？打个电话不就知道？喂，你怎么会有我老公的手机啊？因为你老公现在在我的城市。这下陆夫人肯定忍不了，一定会加快和陆总离婚的进程。那这样说的话，陆总和神秘老公就不是同一个人啊！还好不是同一个人，我天天说老板坏话，这要是同一个人，我干脆死了算了。是，就知道是。该拿你怎么办才好啊？哎，我手机怎么在这儿？陆总，您昨天去哪了？这手机也打不通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你去帮我查一下，昨天谁送我去的酒店？什么？啊，我马上去。啊，对了，林之义你今天见到了吗？我看他怎么没来公司啊？哦，他说身体不舒服就请假了。身体不舒服啊？陆总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
喂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昨天有个女人用你的手机给我发信息，说你出轨了。我家来人了，我晚点再跟你聊。哎呦，你是上次送知意回家的那个小伙子？是我听说他身体不舒服，过来看看。是，来进来吧，进来。谁呀？大老板怎么来我家了？一只孩子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来，吃水果。谢谢。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结婚了没有啊？26岁，结婚了。结过婚了？哎呦，我看你啊，还挺不错的，跟我们知意还挺般配的了。可惜你已经结婚了。姥姥，不瞒您说，我准备离婚了。离婚？哎呦，那可太好了！我们知意啊，结婚1年多了，她那个老公啊，从来都没出现过，我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迟早啊，我让知意跟他离婚。我看啊，和你在一起就挺不错。原来林知意的老公对她不好，那我就更应该对她负责了。姥姥，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啊！来，你们年轻人自己聊，我走了啊。陆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是不是我昨天？大柱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我知道你昨天只是酒后乱性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也不需要你负责，懂？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要怎么负责啊？出轨吗？我会去离婚。不用了，没事，你走吧。你身体不舒服，我要留下来照顾你。我待会儿还要跟我老公通电话，你在这儿不方便。是吗？正好我还没有见过你的老婆。你打，我听着，我绝不出声。你这什么癖好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又不是视频，你见不着人的。没事儿，我听个声就好。我和我老公说恩爱话，你确定要听？她老公不是对她不好吗？难道说他们其实很恩爱？你非要听是吧？行，我让你听。不用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走了。奇怪，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，难不成喜欢我？说他们恩爱的话，我还不乐意听呢。你说有人用我的手机给你发我出轨的信息，可是我手机上没有记录呀。应该是删除了吧？我后面打过去是个女人接的电话，她说在她床上。床上？她还挺傲娇，跑去跟我的原配夫人宣示主权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介意我和别人在一起吗？不介意，我不介意的。我们本来就是假结婚嘛。您可以有自己的爱情和生活。那你介意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昨天和别人发生关系，所以就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们是假结婚，我不会干涉你的生活，也不会阻止你跟别人在一起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所以昨天那个女生是你喜欢的人？我还不太确定，但是她很喜欢我，所以我们得尽快离婚。行啊，那你约个时间呗。爷爷7天后回国，7天之后吧，先见面，再离婚。 7天后我就是单身人士了。所以
那天是他的心上人在向我宣示主权。应该是发错地址了吧？正好和陆总房间号撞。应该是。准备准备，可以转正了。你同意我转正，是因为我们发生了关系，你觉得亏欠？想多了，你上次提案的事情就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不过你要想进入策划部，还得通过策划部的考验。可苏菲不喜欢我，她会让我通过吗？明天我会设置一场比赛，如果我就同意你转正。林之毅，敢不敢应战？敢。快去准备吧。大家过来一下，宣布一件事情。根据项目周边规划调整升级，急需探索城市更新中的老房新生模式。经讨论决定，在公司开展策划案内部比考。是只有策划部的人能参加吗？本次比赛不限部门，时限3天，赢的人可以向我提个要求。哇，这也太大手笔了吧！如果我赢的话，可以进策划部吗？当然，前提是你能赢。林之毅，你懂策划，就敢在这里大言不惭。就是，怎么好意思开口的？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那就用不着你们操心了，3天后自见分晓。苏菲姐，我听说林之毅在学校的时候就屡次拿冠军，如果这次冠军真的让他拿了，我们策划部的脸往哪儿搁啊？我自有办法。终于弄完了，明天再优化一下。收工。林之毅，等我赢了比赛，定叫你滚出陆氏！走吧，送你回家。 다시 너를 볼 수 있을까 다시 스쳐 지나가 보니 보면 앞에서 있어 我想到了，陆总，你先回吧，我要去重新弄下策划案。我说，回家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？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。哦。 这是我为龙腾华府做的营销策划案，方案围绕现代人居、自然归心的理念展开，着重强调了全地友好属性和地段价值。我们采用情景营销的方式，将阳光草坪和童梦乐园作为主视觉内容，精准打动客户情感。哇，这还有什么可比的？直接宣布苏菲姐获胜好啦！对呀，这是我的策划案。 林之毅，你要点脸吧！这是我辛苦了3个日夜做出来的策划案，你仗着自己是总裁助理，就想抢夺我的劳动成果吗？林之毅，像你这样偷人策划案的行业毒瘤，就该滚出陆氏集团！对，我同意他滚出去。闭嘴！你说这是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。 这是我3天前提交的出版策划案，核心主张是归家九牧生活剧场，灵感来自于社区所处城市位置的独特轴线布局，每一幕对标一个生活场景，
游乐、运动、社交，而这版苏菲所谓的创意，不过是换了个名字，内容和结构完全照搬。鹦鹉学舌，你以为你说的好听点，这方案就是你的了？我并未止步于我的第一版方案，今天我也带来了我的第二版方案。行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话。基于我们3天前最新调研的数据和市场反馈，以及我这2天偶然下的心得，我们收集了市场反馈后发现，房子是不变的，而家庭是会生长的。不只是室外景观，室内户型能随着家庭结构变化而灵活变化，才最符合当代客户需求。所以我第二版核心主题是懂生活的房子才配得上懂生活的人。这好像确实是林之逸设计的更好一些。不对，肯定是林之逸偷了苏菲姐的创意。谁抄谁的，大家心里应该清楚。林之逸的数据调研、用户反馈、房型的卖点剖析、逻辑思维、表达有力，是一个策划师应该有的专业能力。林之逸，你转正了，从明天起你就是营销策划师。谢谢陆总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好，散会。根据苏菲与林之逸各自的表现，公司通过讨论，最终决定由林之逸担任策划部2组组长。策划部总监苏菲因剽窃别人的方案直接开除。你说谁被开除了？苏菲，集团内部核查了你的操作记录，发现你复制了别人的设计成果，并重命名提交，属于严重的违规行为。我那不是剽窃，我只是参考了一点。再说了，林之逸他一个新人，凭什么当组长？不是，刚刚陆总都说了是他的设计赢了。确实是林之逸的创意更有亮点。闭嘴，你们这些墙头草！林之逸，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要爬上去？你这个绿茶婊的样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做了什么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以为靠踩着别人上位就能站稳脚跟吗？你输了，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做的太过分了。放屁！那是因为你跟陆总睡了。你长贱！敢动大家试试！陆总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再是陆总，带他出去。走。你们给我等着！特别是林之逸，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陆总，谢谢你为我出头。这个职位是你应得的。陆总，去下沉要用到的文件我整理好了。陆总，你上次醉酒后送你去酒店的人找到了吗？查到一个，但是他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人。那个人有没有可能是苏菲？那天你的地址是苏菲告诉我的，而且她好像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。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的，你先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嗯。怎么是你们？真是巧啊，林之逸，又让我们遇上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勾引陆总，让我在公司颜面扫地。你说我要干什么？还有我，你让我被公司开除，你说我能不找你算账吗？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，这里是公共场所，你们别乱来。少废话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我就让你知道我厉害。
你们在做什么？陆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陆总，我只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今天的账，回头给你们算。滚！是苏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。我送你去医院。走。很痛吗？我帮你吹吹。不用了，我没事。陆总，刚刚谢谢你救了我。没事，你是我的员工，保护你是应该的。只是员工吗？陆总，听林志毅说你被人袭击了，人没事吧？我要是有事，我还能在你面前吗？废话，我就说给你配个保镖，免费不让。我就这么想跟林志毅小姐过二人世界。二人世界？想什么呢？你不是喜欢人家林志毅吗？你喜欢我？什么叫我喜欢你？明明是你也喜欢我的。我什么时候喜欢你了？那你跟姥姥说我是你老公。还有，你在那个小本本上面记录了我所有的喜好，你这不是喜欢我是什么呀？那是我姥姥认错人了。再一个，那小本本上记的是我的工作内容，又不是只有你，还有周总、王总、李总。况且，你不是喜欢男的吗？我那是为了拒绝你想的说辞。我用得着你拒绝啊？自恋。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我吧。你随你怎么想。明明就喜欢我，现在不承认。那陆总，你喜欢人家不？我能喜欢他？我喜欢温柔体贴的。你看看他，一天到晚叽叽喳喳。陆总，觉得人家喜欢你的前提是你先对人家动了心，所以陆总，你是喜欢人家林志毅的。你说我单线恋林志毅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带了点吃的，一起吃。这不是和陆总那天让我给夫人准备的礼物一样的吗？林志毅，你这手链，手链怎么了？我老公送的。一看就知道你老公对你不好，送你个破手链，一定很便宜。哎，陆总，这很贵的。您之前送给夫人的礼物就这个手链。陆总，你怎么连自己送给夫人的礼物都记不住？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哎，怎么了，陆总？不是你说怎么了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林志毅，你还在他面前提夫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可是陆总，您跟夫人是假结婚啊，而且马上就要离婚了。他还不知道呀？哦，我现在就去跟他解释。别说了，我自己找时间跟他解释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是林志毅的生日，你去给他准备一份礼物，记住，一定要比她的老公送给的破手链要强。好。啊，等等，你眼光也不行，我自己准备。好，拿着衣服走。哇塞，这么多礼物啊！这什么情况？装什么呀？你会不知道这是陆总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？陆总给我送生日礼物，他这是向我们在炫耀呢。某些人啊，靠着不光彩的手段抢了苏菲姐的位置，还让陆总送她价格高昂的礼物。说不定陆总跟夫人要离婚，就是他搞的鬼。陆行之故意害我是吧？你们这么爱编故事，怎么不去写剧本啊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些礼物是陆总送给他夫人的，不是给我的。让开让开！反应这么大，不是心虚是什么？陆总那天不是带他参加机密会议了吗？从那之后啊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们说陆总的那个神秘夫人会不会一直都是他？不可能吧，他一个实习生哪来的资格啊？
林之毅也配？可是陆总对他真的很好呀，普通的实习生可没有这个待遇。陆总，我工位上那些礼物是你放的？对啊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比你那个老公送你的破手链强多了。这些礼物可都是我亲自挑选的。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不要？你为什么不要？是你不喜欢吗？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给你买新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说了，我喜欢你，我要对你负责。啊，不是，你难道对我就没有一点点的喜欢？喜欢吗？也许吧，但我不能当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陆总，你有夫人，我有老公，不是什么男为娶女为嫁。我希望我们保持好距离。至于那些礼物，您拿回去送您夫人吧。哎，你送喜欢人的礼物被拒绝了。他让我把礼物给你。他这明显是吃醋了呀！你有没有告诉他我跟你是假结婚啊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大哥，礼物你要吗？你要的话，来我公司，我把礼物给你。哎，可别！你上次送我已经够多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收啊？再说了，这是你对他的心意呀。等等，陆氏集团怎么会这么巧？可可 C 干嘛呢？一紧张把电话给挂了。陆总，你刚刚在干嘛呀？如你所愿，在跟我的妻子嘘寒问暖。小心！喂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怎么突然把电话给挂了？没什么，刚刚被小气鬼老板说了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都会提到他。哎，你要是真在他公司待不下去的话，你可以来我公司上班。其实我也不讨厌他。那你是喜欢他？有点，可惜人家已经有老婆了。唉，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。陆总，发财树。哦，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，咱们有空再聊。说，怎么了？哦，您高价买的那个发财树的叶子，都快被林之一给薅秃了。再过几天我就要恢复单身了。之意呀，之意，姥姥怎么了？哎，上次送你回来那小伙子在楼下呢，是不是找你有什么事儿啊？陆总在楼下啊。姥姥，您先回屋休息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我该怎么跟他说呀？他要是拒绝我，怎么办？哎，陆总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姥姥刚刚在楼上看到你了，你找我有事？林之意，我不想再纠结于世俗的眼光了。我喜欢你，既然你对我也有感觉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因为你已经有老婆了，我不想当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。你没有破坏我的家庭，我当初为了应付我爷爷，继承企业，随便找了一个女生假结婚，我也就只有在领证的时候见过她，她现在长什么样我都不记得了。假结婚，怎么和我的经历这么像？你给我3天时间，3天后我会离婚，只要你愿意和你老公离婚，我就在一起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我跟我老公也是假结婚，而且也是3天后离婚。你不会是我老公吧？你跟你老公也是假结婚？我的假结婚对象叫做马小雅，你以前是这个名字吗？我没有改过名字，一直都叫林之意。原来不是同一个人，我就说嘛，哪有那么巧事？
没关系，既然我现在知道你也是想结婚，3天后我们2个人都恢复单身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好。2天后我要去离婚，也让律师帮我拟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好，陆总，您这是准备离婚后和林之意小姐正式在一起了？她和我一样，都是假结婚。我俩说好了，等各自离婚之后，我们就正式在一起。去吧。收拾完毕，准备离婚。我们之意打扮这么漂亮，是要去约会吗？不是约会，是离婚。离婚，正好把上次那小伙子拐回家。我喜欢那小伙子，我尽力。啊，对了，姥姥，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拜拜。已经出发，还有半个小时到达。已经出发，还有半个小时到达。好。喂，你到哪了？我到了呀。林之意，你是我老婆。所以你老跟我吐槽的那个小气鬼老板是我。那你说的冒失鬼助理是我了？幸好是你。我们相处这么久，居然都没有发现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离婚对象，这也太傻了吧！是呀，太傻了。那你还离婚不？不离，一辈子都不离。姥姥，意义起来了没？你说啥？我说意义起来了没有？哦，应该还在睡吧。你去看看去。早饭都做好，还在赖床。姥姥，你先吃，我去叫他。哎，意义，早饭都做好了，还赖床啊？亲爱的，我再说一小会啊。不行，我们今天啊还要去参加关关和悠悠的亲子运动会呢。让姥姥替我去啊。我可不去啊！我下午啊还找楼下那个顾老头打太极呢。我走了。林之意，你要是再不起床，我可就闹你眼了。啊！这日子我可过不下去了，我要离婚。林之意，你皮痒了是吧？你有本事再说一遍。我跟你开玩笑的。我生气了。啊，陆行之，对不起嘛，你别生气了。别生气了嘛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要3胎？为什么想要3胎？那你原谅我。行，原谅你了。但是你今天晚上记得要补偿我。好好好，补偿你。好了你啊，陆行之，你刚生气是不是装的？怎么会没有？就是装的。起来吃早饭。好。原来砖瓦里藏着的烟火气，才是真正的价值。